完了，全完了，翻车了。哈尔滨这两天太冷了，再加上有点别的热闹，我爷现在都去不了早市了。这一下我奶断粮了，这不行啊，得赶紧保护我方老头啊。但这两天冷真不是盖的，厨房不这么点一下根本待不了。我问我奶，我说天冷吃点炖菜行不行啊？我奶说炖行，菜不行。老太太天冷得吃肉。排骨给我奶炖上了，盛的时候我特意把豆角放底下了，因为排骨炖豆角和豆角炖排骨在我奶心里就是俩菜。猪蹄儿是整个给我奶卤的，吃的时候我奶说给我夹个小块的，我爸说没有小块的，都是整个的。我奶说对，在那3个里面给我挑个小块的。今天本来要蒸南瓜发糕，前面的步骤都非常完美，为了发酵快点，我放卧室吹空调去了。我姑父来帮忙，以为这是蒸馒头呢，这顿给我揉啊，尝试了各种补救措施，最后蒸成这样，这给我弟气的呀。我弟说在我家以后肯定是给他搬了，不管家里多少人，只要他按门铃就是没有人。最后给我奶焖了一锅牛排，还煲了一锅老鸭汤，你说这好孙子上哪儿找去？我弟说你快别美了，你奶还没有主食呢。完了我俩又订的外卖换成自己家包装给我奶送去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外包卤蹄儿、笋腿、鱼香蛋、京丝儿、排饺、螺丸、蒸宝、红牛、鸭汤，后娘打孩子又是一顿。我弟就怕露馅，坐那就开始吃，这一张干豆腐卷一个菜，眼瞅就干豆腐卷干豆腐了。等我奶这牛排吃嗨了，还真没发现什么端倪，他就觉得这包子馅有点小，告诉我俩说你俩下回注意啊。家里来帖了，而且一来就是4个，你说这点破事我一宿醒好几回，完了这手还好了呢，你瞅瞅这二人转跳的。我昨天晚上问他们，我说你们点菜吧，他们给我发的都是什么腰子、肥肠、生蚝，我说你们能不能吃点老娘们吃的东西，不怕吃完了回长胡子吗？这个烤猪蹄儿、部队火锅、巧克力慕斯，做这几个菜都没什么风险，但是这小炒肉呛的我差点没把眼珠咳嗽出来。来我家 K 包肯定少不了，但今天这个 K 包啊，我还放了点虾，所以它就是虾鸡包。我怎么这么别扭呢？这个名儿。再分享一个温乎知识：丝瓜汤下奶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告诉他们这活我能干。我说你们赶紧吃吧，等你真需要喝丝瓜汤的时候，你妈跟老婆婆肯定不让你吃丸子。最后我寻思煎个虾饼，但我没想到我准备的是小心心，结果煎出来都是小圆脸。我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这个事儿我没有暗示呢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烤蹄儿、浓肉、丝丸、虾鸡煲、烤土、夹饼、巧木不火。我说姐妹们都是老酒魔了，谁也别装犊子了。我特意准备了1箱米色，它的配料里只有水、糯米和糖，而且它才6度，不像那闷头辣口的玩意儿，这加点冰又解辣又解腻的呀。但是他们几个问我说5个人才1箱，你咋想？你说这帮混那再好喝也不能拿米酒对瓶吹呀。是我俩喝一杯吧。好。为啥跟他喝不跟我？没有。我们4个敬你一杯。长句，来。哎呀，暂时没整明白这一顿是福还是祸呀。今天在家人均48，居然实现了蟹黄面自由。这玩意儿上饭店吃都挺贵，所以我昨天在家琢磨怎么能把成本降下来。我买了300只1元蟹，它就1块钱硬币这么大，但是黄都很满。刚好我有2个脑子不太灵光的朋友，正适合干这事儿。我们今天要在家把这300只螃蟹扒了，看看到底能出多少黄。但这螃蟹小也是真小，蒸的时候放着葱姜，它纯是为了走个流程。这螃蟹肉少，一个蟹腿只能取出这么点肉来，然后身子小，黄也不大好抠。我先拿筷子抠一遍，然后我弟弟拿镊子筛一遍，还有后盖那点黄，平时吃螃蟹都不啃，今天全给抠出来了。这黄给我抠的眼珠焦黄，瞅啥都是橘色的。这个过程就跟开高速似的，就是不累但腻歪。就后来都唠叨我四姨夫30年前炸大果的事儿了，就真没话了。我都想把这段经历写简历里了，这可能是我头30年参与的最大的项目。扒了5个半小时的时候，大概完成了3/4，但这会儿眼珠都冒金星了。我说吃口饭吧，泡了几个海底捞的自由火锅。之前趁拼多多零食界1块钱抢的整箱8盒，麻辣味和番茄味都特别浓，而且都是大块肉，贼过瘾。平时1盒好几十，现在1块钱抢1箱，赶紧上评论区掏它啊！完我就看这俩没头脑在这藏心眼子，这都带着浅吃呢，生怕等会儿蟹黄面吃少了亏了。
后来300只螃蟹扒完了，黄、肉、壳都在这儿了。我上了上秤，蟹黄大概是750克，蟹肉是300多克，一共就2斤多呗。等我炒蟹黄的时候，我压力老大了，就这味儿又差了一点，我仨今天指定崩溃了。但是当我把蟹黄浇到面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爽了。从扒螃蟹开始到吃上这碗面，一共是用了9个小时。但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这面条格外的香，主要这黄也是真多呀。我头一次在吃面条不咸的情况下卤剩这么多。完我算了算账，买螃蟹花了296，蟹黄给我奶送了一半，相当于人均50块钱呗。反正说句心里话啊，但凡兜宽着点的，我估计都干不出这事儿来。哎我去呀，这饭吃挺来劲呢。我们不是有一个从来不带女的的聚会吗？今天正好都没啥事儿，完来家小聚一下子。虽然说是吃烤肉啊，但我还是整了好几个菜。因为第一我得显出我有手艺来，第二是我多做点就不用我刷碗了。哎呦我今天这顿饭真是谁吃谁掏上了。来我家吃饭就不存在小块这个词儿，鹅肝一整个来的，肥肠赶我地高了，这块牛肉正好是5斤，那吃肉必须得吃大块的呀，一咬嘴里滋滋冒油，多得劲儿啊！你再看看咱家这家伙事儿，那玩意儿心情越好，吃的越爽啊！老话说吃饭的仪式感必须得有，这用我们老家方言的说法就是该装的必须得到位。来吧，吃香香了。这一顿我觉得就是家庭烤肉的天花板了，除了情谊我谁也不服。我一个眼神我弟就明白了，搬小板凳上门口卖筷子去了。头一锅呢说小试一道，下的雪花牛和牛肋条，这玩意儿干香啊！但我觉得没有主食我容易腻到这儿，我就做寿司去了。但我这捏寿司我就想不明白一个事儿，你说人类为什么要去创造科技之光呢？那不就是为了让我订外卖方便吗？你说我做这玩意儿干毛呢？第二锅下了点大肥胸口和脂肪肝，我弟说这玩意儿不卷面包太不得劲了，他吃完了告诉我们没熟别吃了。完了他又夹了一个鹅肝巨无霸，真的我说你不愧是哈电女的儿子，以后你就是哈电女儿啊。完这一锅大家说缓一手，对面下了点锡纸生菜，我们下了点蒜蓉生蚝，对面又下了点五花肉肥肠大虾，我们又下了点蒜蓉生蚝。我说哥们儿咱俩坐一起是不是命运的安排呢？然后就不以锅计数了，大伙儿愿意吃啥自己就烤啥了。最后烤完这个大鱿鱼之后，一样还剩一点东西。我说咱别浪费，老规矩吧。这个玩法我也推荐给你们，但就是有点费朋友。不过朋友这个东西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对不对？我就说那意思。我跟你们说，原来我爸找我都是问我儿子最近缺不缺钱呢？现在我爸找我就一个事儿，儿子今天晚上回来做点啥呀？完了他还吧唧嘴，真的我就没见过这么称职的父亲。等我这手有点不太行，我就给大手子喊来了，他来了还拿着把了，一顿在那指挥。我说你快别叭叭了，不做饭喊你来干啥呀？我他妈缺爹呀！我说想吃可乐鸡翅和水煮肉片，他说我没出息，净吃那小孩吃的玩意儿，他非要做一个梅菜扣肉，就拿这个肉汤和大肥肉片子拌饭吃。他说我保你爸滋儿一下就吃上头了。他本来以为我妈也在家呢，准备个女士菜松鼠桂鱼，但是我妈没在，他说给你弟吧，他成天穿的粉的噜的，吃这女士菜也没啥毛病。还有一个蚬子两吃和蒜蓉蒸虾。我说我爸不愿意吃这扒壳的东西，他说没事我愿意嗦了这玩意儿，等会炒完我带走。我说哥们你出去给人炒菜干黄3个饭店不是没有原因的呀。完我弟说太饿了等不了了，我说你来一碗这莫小仙的重庆小面，5分钟你就能吃到正儿八经的重庆风味，你看这红油辣子是不是那么回事就完了，而且它是零脂面饼，吃着不腻口还好消化。但我说再好消化也没见过谁一气吃3碗。最后他炒了个青菜还有个孜然羊肉片，我说我爸不吃辣，他说那我多搞点辣椒吧。哎呀这一看在家也是个孝顺孩子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鲜衣、紫阳、薯鱼、蒜虾、柯基、清炒、梅扣、水肉、咸二，这菜都不错，但摆盘太磕碜了。我说哥们儿，你这2年是不是上屯子给人做席去了？我说爸，我今天得敬你一杯，这菜是大手炒的，碗是我弟刷的，我没想到我居然感受到你这种蛋安排的快乐。哎，我终究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今天怒买6个肘子，在家做肘子罐头。他买了个罐头封口机，这200多斤他俩从驿站扛回来，进屋就迷糊了，这体力还是不行。过2天就把石磨拉出来，再给他俩溜溜，然后调一个卤料。大锅菜吧就不太好掌握量，就闭眼睛放吧，生死有命，咸淡在天。完这些骨头拿院里给野狗错峰过年了，就这一大锅肘子给我炖直迷糊。我一度以为今天是我家杀猪办席呢。王普同学问我说一下炖这么多肘子你是不是特别快乐？这话问的就跟他没长牙似的，我快乐吗？我他妈快死了。
完熬点猪油，这到罐头里，等吃时候可香了。猪油熬得多也做罐头了，等哪天手刺挠了再整扒螃蟹，留着炒蟹黄，烤出来的油缩了，实在太香。等不了过年包饺了，咱们撒点椒盐，然后撒点白糖，然后撒点白糖，最后撒点白糖。这糖吃有点费油了。肘子呢，咱们给它切块分装，要确保每一罐都有大块的肘子皮，然后倒上汤，给它入味儿。等油凝固了，就可以封罐了。等我仨实在太饿了，寻思煮点方便面，这都是之前囤的。现在拼多多回馈用户啊，他们拿库存补贴的白象方便面，1块钱就可以秒到4箱96袋。粉白象嘛，汤是真的很好喝。你像这个猪骨汤啊、辣牛肉汤啊、酸辣金汤呀，味儿都特别浓。趁现在活动还在，你们赶紧点评论区链接去抢啊，掏死它！然后交给罐头封口了，这个封口机实在是太好用了，全程用不上驴参与一点。完我让驴大帮把标签写了，但看起来他还没有准备好期末重文。然后这些罐头呢还要高温蒸煮一下，消毒杀菌。据说整好了，那保质期能比我命还长。就这大肘子罐头，半夜饿了稍微给它加热一下，完再拌点晚上剩的米饭，不要命的再来一勺猪油。哎呦我谁看谁不迷糊呀？这一排一排的，你们以为只是我给我奶做的罐头吗？非也，这是我未来1个月熬夜的底气呀！大娘，方便面要不要？要，你姐姐来了。这里边有2个是我自己做的肘子罐头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拜拜。